我之前已经分享了很多有关于评估髋内旋活动度和髋外旋活动度的视频，包括髋内旋和髋外旋的训练方法。但是评论区还是有很多同学来问，到底自己是髋内旋受限还是髋外旋受限了？应该进行髋内旋的训练还是髋外旋的训练？看来这个问题也确实困扰了很多同学。那么今天我就再来分享一个更为简单的方式，来帮助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到底你是处于髋内旋位还是髋外旋位？你应该练习髋内旋的训练还是髋外旋的训练？那么今天这个方法就是看髋先看脚。当我们髋内旋的时候，我们的足部会旋前，也就是我们整个足底会呈现一个扁平足的状态。当我们处在一个髋外旋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足弓会被拉高，也就是说我们偏向于一个高足弓的状态。反之也是亦然，也就是说我们的足底处于扁平足状态的时候，我们的髋是应该处于内旋位的。此时你应该侧重于髋外旋的训练。如果你是一个高足弓的状态，那么我们的髋关节就处在一个外旋位，我们就需要进行髋内旋的相关训练。掌握了这个方法之后，如果你发现自己是属于一个扁平足的状态的话，那么就说明你需要髋外旋的训练。老王这里比较推荐的是靠墙深蹲的练习，这个练习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改善髋外旋的能力，以及拉高我们的足弓。如果你是一个高足弓的状态的话，那么就说明你需要加强髋内旋的训练。单腿弓步蹲推荐给你，这个练习可以很好的强化我们髋内旋的能力以及足旋前的能力，非常适合高足弓的同学来练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赶快看看你的脚，到底自己的脚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按照上述的方式去练习起来吧。相信对你现在的状况一定会有所改善的。关注老王，做深度思考练习者，我们下期再见。